这只黑燕妈妈居然孵化出足足43只幼崽，其高产量让隔壁的老母猪都感到自愧不如。这一幕实在让人难以置信，幼崽们排好队屁颠屁颠跟在黑燕妈妈身后，整齐地挤在妈妈的身下取暖，场面相当的壮观。事实上，普通的黑燕一窝只能下3到8枚蛋，那么这只黑燕是如何成功拥有43只幼崽的呢？如此之多的幼崽，它一个人又怎么能照顾得过来呢？原来这些幼崽并非全部都是它亲生的。此时的黑燕妈妈也是心里有苦说不出。其实今天是黑燕宝宝们第一次出门营业。最初几只黑燕妈妈各自带着属于自己的幼崽来到河边，不料一般大小的幼崽很快混合在一起，乱成了一锅粥。它们不仅体型相仿，就连毛发的颜色也差不多。现在别说还能不能认出一窝的兄弟姐妹，就怕连自己的亲妈都认不得了。果然下一秒它们就集体认错了妈。其中一只幼崽看到酷似妈妈的黑燕上了岸，想也没想就拔腿跟上妈妈的脚步，不料后面的幼崽全部出现了从众心理，屁颠屁颠的跟上了前面的大部队。他们排着队井然有序的跟在那只黑燕宝妈身后，生怕自己跟丢了被遗弃在这里。就当黑燕妈妈想要窝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几十只幼崽们一起蜂拥而上，直接把黑燕妈妈整蒙圈了。小小的脑袋产生了大大的疑惑，自己啥时候多了这么多孩子？黑燕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摆脱这些小家伙，可接连挪了好几下位置，幼崽们却都不以为意，似乎就认准了眼前这只黑燕就是他们的亲妈。这下可给黑燕妈妈给愁坏了，她也试图告诉这些小家伙们认错了妈，可幼崽们就是死皮赖脸缠着她。看着幼崽们坚决而又认真的模样，黑燕妈妈甚至开始对自己产生了疑惑，难道真的是自己之前数错了？他们真是我的亲生宝宝？黑燕妈妈头一次觉得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，其他黑燕则在一旁看起了热闹，完全没有上前帮忙的意思。有人免费帮忙带娃，他们也是乐得清闲。最后这只黑燕妈妈还是没有狠下心驱赶幼崽们。此时天气突变，刮起了大风，温柔的黑燕妈妈害怕幼崽们冻着了，出于母爱的天性，主动摊开自己的翅膀，将幼崽们护在身下，为他们抵挡寒风。怪不得这些幼崽们会选择这只黑燕妈妈。尽管黑燕妈妈已经尽力护住每一个幼崽了，可还是架不住幼崽们的数量实在太多，外围的几只小家伙挤不进去，被海风吹得瑟瑟发抖。聪明的已经跑去寻找别的黑燕妈妈取暖了。反观最外围有只可爱的小愣头青，脑袋向前顶，两只小脚丫绷得直直的，使出吃奶的力气想往里面挤。没一会儿，大风终于消停了，黑燕妈妈的任务也终于结束了。她趁着幼崽们还没反应过来时悄悄离开。要是真被这么多熊孩子赖上了，那日子可咋过呀？小家伙们此刻还窝在一起啄来啄去，快乐的玩耍，完全没意识到黑燕妈妈已经跑路了。突然，一只幼崽站起身子往前跑去，剩余的幼崽们也连忙撒腿跟上。原来是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。几只黑燕妈妈有条不紊地在一旁为孩子指引前路，最后一只黑燕妈妈则负责收尾。他们分工明确，确保不会落下任何一只幼崽。就是不知道这趟出来后，幼崽们都混成一团，这些黑燕妈妈是否还能认出哪个是自己的孩子呢？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可以长按点赞关注表示支持。这位小哥爬山时偶遇一只奇怪的生物，只见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起初小哥还以为是一只受伤的猴子，然而当他走近时，这个生物突然抬起头，并且还试图朝小哥走去，这可把小哥给吓了一大跳，立刻发出声音阻止这个不明生物的靠近。好在奇怪生物被惊吓到停了下来，近距离观察后，小哥才看清了他的样貌，那古怪的长相压根也不像是猴子啊。小哥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动物，警惕的防备着，害怕它会暴起伤人。就在双方对视了一会儿后，奇怪生物似乎察觉到眼前的人类并没有危险，居然迈着四肢主动朝小哥靠近。小哥顿时被吓得撒腿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发出声音试图驱赶走他。不料奇怪的生物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还加速追着小哥跑了起来。小哥有些害怕，也不敢贸然停下，可这只奇怪生物就一直跟着小哥，任凭小哥怎么甩都甩不掉它，好像是铁了心要赖上眼前这个人类。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小哥发现这只奇怪生物似乎并无恶意，于是停下来看看它究竟要干什么。只见它靠近小哥身边，好奇嗅着他身上的气味。这时小哥终于能仔细观察一下它的样貌。奇怪生物的身体大约有50厘米长，但那条长长的尾巴比身体还要长。它浑身覆盖着棕色毛发，尖嘴猴腮，有着一双圆滚滚的大眼睛和2个大耳朵，很像是只猴子，但又感觉哪里不太对劲，因为它的四肢并不是灵长类那种细长的手，反而更像是熊类那样有着4只锋利的爪子。即便见多识广的小哥经过一顿分析，也没能搞清楚这个奇怪生物的真实来历。那么有哪位大神知道它是个什么动物吗？这只奇怪生物在嗅完气味后并没有离开，反而拦住了小哥的去路，像个宝宝一样站立起来要小哥抱抱自己。他看来似乎很喜欢小哥，一般野生动物都特别害怕人类，更别说胆大到近距离靠近人类了。对于这么主动的生物，小哥还是头一次见。
索性就停了下来，看看他想干什么。没想到他居然大胆地抓着小哥的裤腿，自来熟的想要爬到小哥的身上，真是一点都不害怕小哥是否会伤害他。望着他那瘦弱的身体，小哥猜测他或许是在山上没找到食物吃，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这才向人类求助。看着乖巧温顺的小家伙，小哥也不忍心把他丢在这里不管，于是直接让他站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准备带着他下山送去野生动物救助所。一路上，小家伙非但没有一点紧张害怕，反而还大胆地在小哥头上摸来摸去，对眼前这个人类是100%的信任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家养的宠物呢。下山后，小哥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，因为没有多余的座位，小哥直接把奇怪生物装进了塑料袋里，随后一手拎着袋子，一手握把，骑车去往附近的一家野生动物救助所。但小家伙似乎并不适应山下的环境，路上一些经过汽车发出来的声音都能把小家伙吓着，害怕的下意识想要躲到小哥怀里寻求保护，看到小哥在身边就格外的踏实，接着便安静乖巧地躺在塑料袋中。之后小哥把他交给了野生动物所。1个月后，小哥去看望他时，小家伙一眼就认出了小哥，迫不及待地在小哥怀里撒娇卖萌。他对小哥表现出无比的依赖和亲密，不得不说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。不过看到最后我还是没搞明白，这个长相类似猴子又像黄鼠狼的小家伙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呢？大叔在自家后院捡到了2枚鸟蛋，不过这蛋居然比指甲盖还要小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鸟类的蛋。原来前一晚这里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，因此大叔早上决定清理一下凌乱不堪的杂物间，没想到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特别的鸟窝，估计是被昨晚的大风刮到这里的。在鸟窝里还发现了2枚奇小无比的鸟蛋，将它们丢在这里不管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，于是大叔便将2枚鸟蛋带回屋子里，放进温度适宜的孵化箱里，准备进行人工孵化，想要看看这么小的鸟蛋里会孵出个什么东西。之后大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查看一下，期间不停地给鸟蛋翻面，确保受热均匀。几天后，大叔拿出鸟蛋，打算查看一下情况。在电筒的照射下，第1枚蛋呈现出完全透明的状态，很显然并没有受精成功。当大叔怀疑2枚蛋都是坏蛋时，没想到第2枚鸟蛋却给了大叔惊喜。清晰可见的血丝在蛋壳里轻微浮动，这表明着里面有一只正在孕育的小生命。大叔多日来的努力并没有白费。经过721天的孵化，幼鸟在大叔细心照顾下顺利破壳而出。大叔迫不及待就想要展示努力的成果，可刚出生的小家伙长得又小又潦草，全身光溜溜的，唯独头顶上有一撮毛发。而接下来才是对大叔真正的考验，他要怎么才能把这么小的幼鸟养活呢？于是大叔连忙外出寻找幼鸟的食物。由于小家伙的体格实在太小了，大叔只能抓些花苞上的小蚜虫。好在给幼鸟的第1次投喂非常顺利，这让大叔越来越有信心把它养活。可随之而来的情况让大叔更加头疼。别看幼鸟身体小，但胃口却大得出奇，刚进食没几分钟又饿了，吵着要吃的。大叔只能马不停蹄继续去寻找食物来投喂。等大叔找来食物将幼鸟再次喂饱后，不出意外10分钟后小家伙又饿了，而且小鸟还没有大叔的拇指大，稍微大一点的昆虫还喂不进去，所以只能用小工具耐心的来给它喂食。每次操作起来都相当的吃力，最主要的是小家伙的肚子就像个无底洞一样，大叔必须每隔10分钟就投喂一次，一旦稍微慢了几分钟，幼鸟就会虚脱的躺在窝里。近距离观察发现幼鸟身上一根毛都没有，唯独小脑袋瓜上顶着一撮毛，小年纪就拥有了一顶爆炸头，看起来有些许可爱又有些许潦草，真不知道它长大了会是个什么模样。为了确保幼鸟每天的食物充足，大叔从早到晚都拿着一个网都在外面转悠，每天不是在抓虫子，就是在去抓虫子的路上。这几天都快把附近的虫子扫荡光了，周围的邻居都还以为大叔是中邪了，可毕竟家里那个小吃货每隔10分钟就会饿。大叔粗略计算了下一天要投喂80次以上，在此不得不佩服大叔的毅力。看到吃饱后的幼鸟乖乖睡觉的模样，大叔欣慰地摸摸它的爆炸头，觉得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在大叔悉心照料下，幼鸟一天天的长大，之前光秃秃的身体长出了一身黑色的羽毛。如今它和大叔的感情越来越深厚，只要大叔一伸手，他就主动张开嘴，明白干饭时间到了。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昔日的小幼鸟变得羽翼丰满起来。大叔带着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等到他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时，大叔就放他回归自然，过属于他的生活。虽然小家伙头顶的一大撮黑毛不见了，但脑袋两侧清晰可见几缕长长的白色毛发。那么你现在能看出它是个什么鸟了吗？